Apple 全球开发者大会2024发布的新系统的测试版，现在我已经用过的是 iOS、iPadOS 和 macOS， 还有 watchOS 这4个测试版啊，这是第一个版本，因为刚刚结束2天嘛，那我也用了大概1天多的时间，发现了一些发布会上没提的，也发现了一些发布会上提的和我自己的一些使用感受啊，简单快速的分享一下。如果大家也想去安装测试版的系统去进行尝试的话，那也可以以我的体验作为一个参考啊。首先说，这个测试版对我影响最大的其实是录制本期视频，因为平时我录视频的时候是可以把我的字幕把我的标题直接加在我的视频当中的。那么我的 Mac 更新了全新的测试版之后呢，发现对中文字体的识别，包括对添加文字的兼容性啊，有了一个很大的这个失败吧，不成功，就是加载不上字体。英文字体还好一点，但是如果是中文字体呢，目前我还没有找到一个更好的解决方法。如果大家在这期视频里面看到了有这个标题，那也应该是我后期用剪辑软件加上去的哈，不是录制的时候添加的。这是一个。那如果各位特别是要做直播的话，还是不要急着更新你电脑上的测试版的系统。那在手机 iPad 和这个 Watch 上面，目前还没有发现比较重大的一些 bug 啊，有一些小的，但是我还没有发现影响我日常使用的一些问题啊，特别是手机兼容性还蛮好的。手表上的那个功能叫做体征啊，之前我也讲过的，这个功能我已经开始在用了，但是由于它要分析你的身体数据，所以如果想使用它，你必须先带着你的 Apple Watch 去睡眠，让它监测睡眠，好像是7天吧。那我已经监测了2天，还有5天啊，5天之后得到了这个数据，再给大家报告这方面的新的使用体验，这个也是我比较看重的一块。那另外在这个手机上面啊，关于这个 Siri 的功能，上一期视频我也说过，我把测试版装到了我的 iPhone 14上面。那最后想了想，我还是把最新的我的 iPhone 15 Pro Max 也刷了测试版。那其实发现并不是因为手机是上一代的原因啊，我在 iPhone 15 Pro Max 上也是没有办法体验到最新的 Siri 的，就是发布会上说的那个全功能的加载了人工智能的 Siri 还是体验不到啊。 Siri 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进展，目前的这个测试版本并没有，包括在 Mac 上，包括在 iPad 上Siri 还是原来的 Siri。这个是大家要心里有数的啊。如果你想体验更多的，目前还不行。那么在 Mac 上呢，我其实刷 Mac 最想体验的是 iPhone Mirror 这个功能。我研究了一下官网，其实它是在 Mac 上面直接帮你内置了一个新的 App，这个 App 应该是系统级别的，就直接自带了。这个 App 的名字就叫 iPhone Mirror。那我刷到测试版的 Mac 系统并没有发现这款 App， 然后简单的看了一下设置也没有发现，应该是第一个版本还没有把这个功能加进来，所以如果大家想体验这个功能的话，目前可以先不用升级到测试版本。其他的应该没有太多的问题了。说一点体验好的吧，虽然 iPhone 上的那个全新的壁纸和外观功能我并不是觉得太好用啊，但是由这个本地人工智能加载的照片壁纸，我觉得我是非常受用的。不管是在 iPhone 和 Apple Watch 上，特别是 Apple Watch 上，还是真的让我哇哦了好几下啊。如果你 Apple Watch 升级了测试版，你可以尝试一下，它有一个叫做系统自动推荐的照片表盘。其实之前也有，但是之前的那个呢，看起来就是比较生硬，它只不过是通过手机自动的帮你找一些人像或者是风景的照片，然后把这个时钟的数字添加进去，就是仅此而已，没有什么亮点。但是有了本地人工智能的加持之后，它是可以不但帮你找到合适的照片，而且帮你缩放到合适的级别。比如说有些照片你一看就是在这个表盘上
人是靠左边，然后时间是显示在右边。人是靠下面一点，时间显示在上面，并且有景深效果。这个是一定要看到、体验到，你才会觉得哇，这个真的是智能了啊，跟原来不太一样了。而且人工真的不需要做太多的干预，你只要选择你希望展示谁的照片或者是风景，那么它就会自动的帮你去筛选，而且你可以选择过多长时间一换，还可以选择不同的色调，手机上和 Apple Watch 上。所以这个功能如果大家升到了测试版的话，我还是建议大家可以去真实的体验一下的啊，这个效果还是不错的。接下来呢，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了解到的一些消息吧啊，这也不算是什么内幕消息，就是大家都已经开放出来的，也是我看了其他一些频道，然后加上我自己的一些感受，跟大家简单聊一聊哈。就是我知道了是发布会开了之后 Apple 的股价开始下跌。对于这个问题呢，我还是蛮感叹的哈。虽然我不直接投资股票哈，但是呢，我是学过一些简单的金融知识的啊，我也知道股票是分长程和短程啊，然后有价值投资和这个短期的这个套现的这个投资，这个高抛低买，就是这种简单的啊，我还是知道的。但是呢，一个公司的股票能够这么快速的随着大众的普遍预期而涨跌，这个还是让我着实的感叹了一下的。因为如果你说完全的业内人士的话，其实我个人认为应该不至于这样，但也难说。因为很多从业者呢，他也不会针对某一家公司做特别深入的分析，但是凡是我觉得比较在行的从业者，包括媒体，他还是能够非常客观的去评价WWDC 这次关于Apple AI 的这种发布的就是合理管理他们自己的预期吧。但是股票的价格能这么样的去跌那还是因为发布会上讲的这些 AI 的功能跟大家的期待不符，就是没有大家期待的那么高啊。那这一方面呢，肯定是证明大家在开发布会之前WWDC 之前对于 Apple 智能的期待有点过高了，期待越高失望越大嘛，这个是人之常情啊。还有一点呢，就是我觉得应该是大部分人还是对 Apple 的布局啊，对于 Apple 式的 AI 的发展不感兴趣也好，或者是不想深入了解也好就是因为现在都比较浮躁嘛，就还是没有沉下来去真正了解是怎么回事儿你看最近 Apple 股价凡是能够上涨，还是像就是短视频一样，就是我现在不是做内容嘛，所以我大部分是以长视频为主。那我前2天尝试着发了一个很无趣的短视频，然后那个短视频的播放量就基本上是，你看我长视频的播放量能到10次就已经不错了，因为我也是没有做任何的广告，没有做任何的推广，就蔫么敲的就这么发。然后可能最近订阅的也是一些家人和朋友。但是我发的那一个短视频，就是纯粹恶搞的一个 Apple Watch 表盘的那个短视频，然后才过了2天，它的播放量就是400多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挺能说明问题的。这个股票的跌涨应该也是跟大部分人的这个价值取向有直接的关系的虽然我自己不是那么的认同，但是毕竟这个是事实，所以这也是体现出我跟我类似的这样的博主吧做这个频道的意义，就是我们希望大家能够通过我们的深入思考和分享，能够更加的了解到事情背后到底是怎么回事。那这个其实我在前2期说这个 WWDC 的视频已经说过了， Apple 智能并你只能一半一半我首先有一半我是赞同
大部分人的这个说法的，就是它落后。但是还有很重要的另外一半，它没有落后，反而是先进的。那你这就是要考量 Apple 的产品布局，以及 Apple 式的人工智能它有什么样的特色。比如说，它是真正的为用户的做事和落地去考量的，它的人工智能是真正的可以扑到普通人的，而不仅仅像 ChatGPT 一样是一些小众的科技爱好者。那虽然可能大家觉得已经很大众了，但是毕竟你理智点想一想，还是小众啊，毕竟还是小众。但是 Apple 的人工智能如果扑下去的话，这个真正是大众，所以它会更落地一点。那这个其实是很多目前的做 AI 的公司很难做到的，包括微软和 Google 都很难做到。他们只是在小众的里面去，因为毕竟现在还是属于比较先端的科技嘛。那这是一点啊，再有一点其实就是 Apple 对于隐私的注重，其实这一点是世界公认的，就是各种媒体不管他怎样去看待Apple 智能的这个状况吧，但是他都不能否认在隐私方面。只不过呢，关于隐私现在主流的声音是有两种，那以中国为首的呢，会出现更多的人是表示不在意隐私，那我也能理解，因为在意也没用嘛。那还有一部分人呢，还是非常在意隐私的。那无疑 Apple 是走在了保护大家隐私的这个道路上，会走得更好，并且呢，它可以允许用户一定程度的去掌控自己的隐私。但其实这对于完全不在意隐私的人，他说我只想用最新的功能，我不 care 你获取了我什么样的信息，你只要给我酷炫的功能就好了。那对于这样的用户来讲呢，其实确实 Apple 会没有那么让他有爽感啊，这个是事实。但是你要了解到 Apple 是一家巨大的跨国公司，它的用户级别是十几亿级别的，它不可能那样的走极端。这个就有点像 Apple TV Plus 它发布的剧集跟影片一样，它为什么很多人在发布了 Apple TV Plus 之后，其实大部分的人还是喜欢看奈飞啊，看 Disney Plus 啊，或者是看派拉蒙啊等等的这些，因为你会观察到这些影视平台，它往往在内容的选择上会更加的放任一些，可能有更多的暴力场面，有更多的极端科幻主义的这种场面，有更多的性的内容有更多的这个脏话的内容等等等等。那其实这些对于电影观众的刺激是非常直接的。但是如果你要比哪个平台拍摄的影视节目会让人发人思考或者是获奖，这个其实 Apple TV Plus 还是能够站在这个头几名的行列的哈。这个其实就是不同公司的考量不一样。我蛮赞同一个观点，就是像奈飞这样的公司，它其实主营业务就是电影租赁就电影订阅，所以它的目标就是希望看电影的观感好就可以了，它不用考虑太多的内容。但是像 Apple 这样的公司，它有很多的产品跟设备是针对教育啊，是针对未成年人啊，还有要考虑到残障人士啊，等等等等，就是真的是他的口号，科技服务于每一个人。所以在他提供官方的服务的时候，包括影视服务，他就不可能把他的内容做得特别的离谱，特别的纯粹追求你在观影时候的感官刺激。但是话说回来了，像 Vision Pro 这样的设备，它给你追求这种空间视频的这种虚拟视频的这种，不管你是 AR、XR 还是什么 R 这方面对于科技它感官的刺激它是没问题的。但如果是内容上面，我刚才讲那些，比如说暴力啊、性爱的场面，不能说色情啊，就是这种，它是要有分寸的把握的。所以我觉得，要评论一家公司，你还要看到这些就是站到一个更广的视角去评论一家公司和它的产品，而不是仅仅站在用户视角，或者是因为你站在用户视角，你很容易只站在以你为主的这批用户的视角，你很难看到所有的用户，他的用户群那么多，他的国家那么，你比如说奈飞，他根本不用考虑中国大陆，就根本不用考虑中国大陆用户啊，他只要考虑说中文的用户就可以了。那 iPhone 可以吗？不可能呀。所以其实这个就是很大的一个差别。那我相信
现在的那些所谓的不在意隐私，只追求人工智能给他带来爽感的这些人，也只是现阶段，因为现在的人工智能还是你说再惊艳，它也是弱人工智能，啊，它没有办法把人类完全的人类的这个大脑跟功能在全部就是它人工智能跟人它不是一个包围和被包围的关系。啊，而是一个交集的关系啊，有一部分是人工智能无论如何现在都做不了的，只有人能够做，然后有一部分呢是只有人工智能才能做，人是无论如何都做不了的，还有一部分呢是人工智能和人都能做，但是可能各有特色啊，这个是现在的一个局面。但是这个可预测的未来应该是逐渐的人工智能会把人这个包的越来越多，可能未来有一天会把人能做的全部包在里面，像有些科幻电影演示的那样。那如果是在越来越接近这样的场景的时候，那我就想问，现在那些宣扬说我不在意，我不 care 我的隐私，你可以随便拿去，你只要给我足够惊艳的爽感就可以了。到那个时候，这样的人还会不会仍然秉承这样的一种想法？我觉得也可能还会吧，但是毕竟这样的想法的人会越来越少，因为大部分人是你要吃了亏你才知道嘛。那现在人工智能还很弱，你把你的信息交出去之后，你没有办法很直接的看到我交出了我的隐私，它对我有什么不好。没有办法很直接的看到，可能在未来你能够看到，但是不是说我点了允许按钮，我立刻就能收到一个威胁，或者是我吃了亏，不会的。那可能到起码几天以后，你才会看到广告啊、垃圾邮件等等等。那你即便看到了，你也不知道到底是你因为点了哪一次的允许而造成的啊。那所以我觉得。因为还有一点就是，目前世界上只有 Apple 这一家公司还在秉承着坚持用户隐私为前提下的科技的发展。如果 Apple 也不坚持了，那其实你想要保护隐私的那部分人也无从保护了，不是吗？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看，Apple 的股价下跌，其实从某种程度上恰恰是证明了大部分的大众对于人工智能的理解还不够成熟啊，当然这是我个人的观点啊。那聊下去最后一点就是希望跟大家也分享 Apple 是怎么样在人工智能方面以 Apple 式的方式来保护隐私的前提下再去实现更多的人工智能的。那第一步呢，我们说就是在本地啊，尽量的在手机的本地处理所有的内容。那如果本地处理不了，它会发送到一个 Apple 专有的、专门为 Apple 式的人工智能所打造的专属服务器，而这个服务器全都是用 M 系列的 Apple 芯片的这个电脑打造的，应该是 M2 Ultra 啊，这个芯片打造的一个服务器。这个服务器它从诞生之初就是保护隐私的啊，是一个极具隐私保护的服务器，即使 Apple 自己也读取不了用户的那些需求。那不仅是这样，当用户发出了一个指令以后，如果本地或者是 Siri 在本地发现它本地的算力不够，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它还会把用户数据和用户的需求进行本地的剥离。比如说用户问我从这里到那里需要多长时间，那么他会把是谁问的这个事情给剥离掉，仅仅把 A 到 B 需要多长时间这个问题，仅仅把这个问题抛给服务器，让服务器去运算，然后返回一个结果。所以服务器在运算的过程当中，处理请求的过程当中，其实它只是处理了一个特定的问题，它不知道这个问题是谁提出的，也不知道这个问题还关联了哪些问题。那我觉得这个就是从根本上保护了人类的隐私。那这样的话到本地再去整合，那如果进行了这两步还是算力不够，没有办法满足人类的需求的话，它才会去寻求一些第三方人工智能的帮助。那即便是这样，也会先争取用户的同意，问你我要访问第三方的哪一个人工智能的大模型了，你是否允许？那只有用户点了允许才可以，你随时可以说那算了，这个问题比较隐私，我不想让这个我的这个问题和我的一些个人的识别码被
散播出去，那你可得不允许。那我这个选择我不求助人工智能了，到此仅此而已结束啊，这也是可以的。所以掌握权还是在用户的手中的，这个是难能可贵的。而且如果你同意了把你的请求发送到第三方的外部的人工智能服务器的话，那么在 iPhone 上的这个特点还有一个就是它不仅仅是能够访问 ChatGPT 的服务器，它应该还是能够访问一些专业的这个服务器的语言模型，比如说医学类的比如说建筑类的，比如说科技类的，那这样它给你返回出来的结果其实会对你有更大的帮助。比如说你要问他一个什么疾病的治疗方法，他可能会专门访问这个医疗类的这个大语言模型。那如果你这样看的话，其实 Apple 的这个人工智能它是比其他任何一家人工智能都要好用的，而且更加的亲民。你想想看，如果没有这样的一台设备在你的手中，你要想达到同样的功能，你得多麻烦。不是说达不到，达得到的，那你需要有相当的操作能力、知识储备，以及你要知道怎么去访问这些东西，更何况有一些还是要收费的。那一旦你升级到了 iOS 18，你有一个手机在你手里，这些就完全一个普通人轻轻松松的就能掌握了。那我觉得这还不够吗？这还不是创新吗？这还不值得股价涨一波吗？是吧？但又话说回来了，真正那些因为 Apple 的人工智能而受益的那些人，其实是不知道前2天竟然开了一个叫做 WWDC 的东西，因为这个东西跟他的生活和工作没有任何的交集，而恰恰是这些人是这个会议真正的未来的受益者，而这些人的想法其实是影响不了 Apple 的股价的。好，以上就是我个人对于Apple 人工智能目前的一些想法分享给大家，希望对大家有帮助。如果你希望看到我更多的更新和视频，也希望各位不吝点一下订阅，非常感谢各位，我们下次再见。